大家好，在英国兜兜转转跑了这么一大圈后，我们终于回到了伦敦。在今天这集，我们将打卡伦敦市区最出名的景点，最后还将去皇室住的婚纱城堡看看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这就启程吧。前方就是著名的伦敦地标塔桥，建于1894年，是伦敦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，连接了泰晤士河南北两岸。它结合了开启桥和悬索桥的设计，中央桥面可以开启，让大型船只通过。南北有两座哥特复兴风格的高塔，约65米，用于支撑悬索，并提供桥底开启时的平衡。塔桥是伦敦的文化地标之一，经常出现在电影、明信片和旅游宣传片中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很多游客常常把塔桥误认是伦敦桥，实际上这是两座完全不同的桥。伦敦桥长得是这个样子。河对岸那个最高的玻璃建筑叫碎片大厦，高315米，共95层，是英国最高的摩天大楼。从塔桥下来就是伦敦塔，这里浓缩了英国历史上最黑暗、最血腥的历史。它最早由征服者威廉在1078年建造，历史上曾是碉堡、宫殿、监狱和刑场。这里曾囚禁过许多历史名人，也是多位王后、贵族被处决的地方。现今它收藏着英国王室的加冕宝物，包括王冠和权杖等等。有传说伦敦塔里常年饲养着几只乌鸦，如果乌鸦飞走，王国就会灭亡。这个方方正正的建筑原来是伦敦郡议会大楼，现在里边是酒店、餐厅和电影院等娱乐设施。它对面就是圣托马斯医院，是伦敦最古老的医院之一，最早由修道士创办，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。现在我们来到威斯敏斯特大桥，这里是拍摄泰晤士河、国会大厦以及大笨钟的最佳机位。Hello。在我们身后的摩天轮叫伦敦眼，又名千禧轮，它于2000年启用，当时是世界上最高的摩天轮之一。国会大厦又叫威斯敏斯特宫，因为它最早是中世纪的皇家宫殿，16世纪后成为英国的立法中心。英国的上下两院都在这里开会。大厦有超过1000个房间，横跨河畔近300米。大笨钟实际上是钟楼里那个大钟的昵称，钟楼高约96米。在2012年被更名为伊丽莎白塔，以纪念伊丽莎白2世登基60周年。这是国防部大楼，附近是英国政府部门集中的地段。这里就是网红的骑兵卫队阅兵场大门。这里都是小偷的大本营，在这里谋生的小偷。正好看到骑兵换岗，很多游客都在这里照相打卡。俗话说来都来了，我们也挤进去照个相吧，但要小心，这马会咬人的哦。看我看我这两位是大都会骑警，正在执行巡逻任务。这个骑马雕像是第一代威灵顿公爵 Arthur Wesley，他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中击败拿破仑，成为英国民族英雄。这里就是唐宁街，英国首相住在10号，现任的是工党领袖斯塔默，显然游客是进不去的。门口有位加沙种族灭绝深渊的抗议者。街对面那个大楼是首相的内阁办公室。正前方是英国最高法院，它的邻居就是威斯敏斯特教堂。威斯敏斯特教堂是一座哥特式的皇家教堂，其正式名称是圣彼得学院教堂。自中世纪以来，它一直是英国最重要的宗教和国家仪式场所。英国历代君主的加冕仪式都在这里举行，最近的一次是2023年查尔斯3世国王的加冕，还有皇家婚礼、葬礼等等，如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王妃的婚礼，以及2022年伊丽莎白2世的葬礼。
旁边这栋楼是修道院院长和教师们的宿舍。教堂西大门上刻有1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基督教殉道者，包括美国的马丁·路德·金，还有一位来自中国云南的王牧师，就是右边戴头巾的这位。我们现在来到了白金汉宫，前面那个金色雕像就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念碑。白金汉宫是英国王室在伦敦的主要官邸，它一年中大多时间不能随便进入，但每年夏天，当王室成员不在伦敦时，会对公众开放国事厅和部分花园。如果您想去参观，需要在夏天并提前订票。这是澳大利亚门，通往绿园，周围还有新西兰门、加拿大门和南非门等等。这个拄拐杖的老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，他带领英国抵抗纳粹，最终赢得了2战胜利。这里我们来到了特拉法加广场，建于19世纪，名字源于特拉法加海战。中间那个最高的是纳尔逊纪念柱。纳尔逊将军在1805年率领英国海军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击败了法国与西班牙联军。这里是伦敦大型集会、庆典、跨年倒数和抗议活动的主要场所。现在广场上正在准备1年1度的宝马经典音乐会，所以很大一部分都被挡住了。我们来体验一下伦敦的双层巴士。Hello。前方那个建筑叫威灵顿拱门，是为了纪念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的胜利而建立的，所以民间也常常称之为小凯旋门。咦，双层巴士居然还能用来做婚礼车，有意思。现在我们来伦敦最奢华的购物中心哈罗德百货逛逛。提醒大家，哈罗德的下午茶需要提前预定，不要像我们一样到了才发现没有位置。好在里边还有一个普拉达咖啡馆，它的下午茶也很有特色。听闻哈罗德会员可以享受8折优惠，聪明贤惠的老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注册了一个免费会员。也有兴趣来看看的朋友，记得划重点哦。这里边的设计确实非常古典而又奢华，让我想起了悉尼的维多利亚女王大厦。这里就是温莎城堡的入口。一开始看这么多人，以为还要排队，结果发现根本不用排，那些只不过是学生旅游团在集结而已。温莎城堡是世界上现存最大、最古老并且有人居住的城堡之一。它坐落在泰晤士河畔，距伦敦约40公里。城堡最早由征服者威廉在11世纪建造，建筑融合了诺曼、哥特以及后维多利亚风格。自建成以来，它一直是英国君主的住所，现今是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的官方住所之一。这是城堡的入口，叫亨利八世门。很多人在排队领取讲解的设备，还有中文的。这个圆圆的塔叫圆塔，我没有猜出来。这里原来是护城河，现在改造成了下花园。这里是温莎城堡的上院和国家厅，但是游客无法进去看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温莎城堡的游客中心，右边展示了圣乔治大厅，也就是国宴厅的内部。这里还有一个温莎城堡的3D 模型。墙上介绍了历代君主对温莎城堡做过的修缮，有我们熟知的维多利亚女王，当然也有伊丽莎白2世。这位就是城堡现在的主人。每年许多国事访问和国家典礼都会在这里举行，包括2018年的哈里王子与梅根的婚礼，就是在这里的圣乔治礼拜堂举行的。这2个皇家卫兵正在执行换岗仪式。这里是内廷广场，今天天气不错，游客也很多。比起我们前2天刚去过的爱丁堡城堡和斯特林城堡，温莎城堡是唯一还有人居住的，显然人气旺很多，维护保养也更到位。当然也因为有人居住，能对外开放的区域也有限，许多能进去看的地方也禁止拍摄，所以有利也有弊。这哥们儿大夏天戴这个熊皮帽会不会很热啊？
好，今天我们的伦敦和温莎城堡游就到这里。下一集我们将会去伦敦著名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和 V&A 美术馆看看。不想错过的话，记得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